Hello, I'm Hong Wang. I graduated from Polytechnic in 2014, and then after that I moved to the US to pursue my PhD of mathematics at MIT. I'm now a professor of mathematics at the Koran Institute of Mathematical Science and EHS. 真的知道自己获奖这一刻是什么样的心情？就觉得可能因为也有很多这样的消息，有很多这个，所以之前还是有点紧张的。反正收到消息之后，我觉得好像差不多吧，就是这下稳了。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汪。2026年的7月23号，费城国际数学大会现场，两个中国名字被念出来了：王洪、邓玉。菲尔兹奖，数学界的诺贝尔，4年一届，每次最多4人啊。40岁以上的人是没有资格参选的。这一次中国籍的数学家第一次拿到这個獎，而且是一屆拿了2個，史無前例啊。今天這期節目啊，我們不想只講這個榮譽本身，想講講另外一些細節。一個是啊，獲獎者最被關注的就是王洪哈，是位女性嘛。她本科呢在北大數學學院，其實只讀了3年。然後鄧玉呢只讀了2年，沒有讀完標準的4年制的本科就離開了。然後王洪在這次獲獎的採訪中也很少提到北大。第二個細節啊，就是王洪申請去法國留學的時候，北大數學院裡面沒有一個人願意給他寫推薦信啊。最後是他大一時候那個地空學的班主任雷軍啊，就幫他寫了這封信。這裡要澄清一下。這個雷軍老師啊，是1960年出生在西藏拉薩，退休前呢是北大地球和空間科學學院的一個副教授，和小米這個雷軍只是同名同姓，不是同一個人啊。還有一個人不得不提一下，就是2006年王洪還沒有進書院的時候，鄧玉啊和另外一個人一起代表中國參加國際數學奧賽，這個人叫柳智宇啊，他在微博有賬號，大家可以去關注一下啊。這個人啊，當年可是滿分金牌，成績比鄧玉還高。同一年呢，就保送了北大的數學學院，是鄧玉的隊友兼同班同學。後來呢，鄧玉呢就去了麻省理工，王洪去了法國，之後又去美國。柳智宇留在國內，本科畢業，放棄了麻省理工的全額獎學金，上了北京的龍泉寺出家了。這也太匪夷所思，太戲劇化了。對，而且柳智宇是比那2個人天分應該說是更高的。可以說這3個人呢是同一個起點，都是從北大開始的，但是他們卻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這期節目咱們就聊聊哈，他們在北大到底經歷了什麼呀？為什麼王洪這樣的人才好像只有離開才能被看見呢？也聊聊鄧玉啊這些年對回不回國這件事兒態度上的一些變化，以及對中國家長們的啟發。咱們先說這2個人這次獲獎哈，到底算是什麼樣的地位哈？就是什麼樣的一個級別？王洪呢，1991年出生，廣西桂林人，2007年考入北大地球與空間科學學院，大2的時候轉入了數學科學學院。2011年他本科畢業，隨後呢就去了法國巴黎第11大學讀碩士，再到麻省理工讀博士，現在呢就是紐約大學科朗數學科學研究所的一個教授啊，同時呢也是法國高等科學研究所的終身教授。可以說真挺厲害的一個90後的姑娘，對吧？而且她這次獲獎，馬克龍還親自給她打電話來表示祝賀。那她這次獲獎啊，表彰的是她在調和分析與幾何測度論領域的工作，其中最核心的一項就是解決了困擾數學界近100年的3維掛骨猜想。鄧玉呢是1989年出生，廣東深圳人。2007年憑借國際數學奧賽金牌保送了北大數學學院。2009年啊，他只讀了2年，他就轉學到麻省理工去了。2015年呢是拿到了普林斯頓大學數學博士學位，現任芝加哥大學教授。他這次的獲獎是因為他在偏微分方程領域的一個研究，其中一項啊就是從稀薄氣體的微觀粒子碰撞模型嚴格推導出了宏觀的波爾茲曼方程。這個問題被稱為是狹義謝爾伯特第6問題，是謝爾伯特在1900年提出的23個數學問題之一。我在網上看了一個視頻，就解釋啊，它這個到底是個啥意思，我這裡不展開講啊，在網上有一些具體的分析。那其中有一個視頻啊，會把這個問題解釋的比較清楚，我在我的評論裡面把這個鏈接置頂一下，大家可以有興趣可以去看哈。那在他們之前呢，拿過菲爾茲獎的華人只有2位，邱成桐和陶哲軒，但邱成桐拿獎的時候已經是美國國籍了。
陶哲轩呢，出生的时候就是澳大利亚人。王洪和邓玉呢，是第一批从中国出生一直到本科都是在中国，而且呢，对，就是在中国接受的这个教育，对，完整的中国教育，然后以中国的国籍身份拿到这个奖的这个数学家哈。而王洪呢，也是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得主，所以这2个人的分量放在数学史上，尤其是中国数学史上是分量非常重的。王洪、邓玉和柳智宇3个人在北大的经历可以说都谈不上很愉快。先说这个柳智宇他是3个人里面天赋被数学圈公認的最認可最高的一位。很多人都在問我同一個問題，你什麼感受？感受太複雜了，容我慢慢說。先說說我跟他們的淵源。2006年第47屆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在斯洛文尼亞舉行，我和鄧玉一起代表中國隊參賽。那一年我們都拿了金牌，我18歲。他大概是16歲，一眨眼已經20年了。那個時候誰也想不到，20年後大家的道路會走得如此不一樣。我猜很多人看到這個消息，第一反應就是替我感到惋惜。你看你當年的隊友多牛，你幹嘛去了？有人問我放棄 MIT 放棄數學後不後悔？我想誠實的說一句，我沒有後悔。其實對我來說那些都是別人眼中的路，但不後悔不代表不感慨。在考奧數的那些年，我是真的體會過數學之美。從紛繁變化中找到那個不變，把龐雜的現象提煉為至精至簡的公式。只不過數學讓我看懂的是宇宙的結構，修行和心理學讓我看懂的是人心的結構。路不同，但追求的東西對真實的渴望是一樣的。王洪和鄧玉選擇在數學這條路上一直走，走到了人類認知的最前沿，而我選擇了另一條路。這不是誰高誰低，這是生命的豐富性。2006年，他是滿分拿下了 IMO 金牌，成績是高於鄧玉的。本科畢業的時候，他就放棄了麻省理工的全額獎學金，選擇去龍泉寺出家。外界當時給出了各種解讀，其中有一種說法就提到說柳智宇呢身體一直不太好。人呢，大家知道這個大腦消耗的每天攝入能量的90%左右，其實都是大腦給消耗掉了，還不是身體的肌肉。那做數學研究需要的腦力更多呀。如果身體狀況跟不上，那他離開數學研究，這可能是一個比較現實的原因。而且他後來在讀大學的時候，對禪修就產生了興趣。那禪修大家知道可能是有些人認為這個禪修會跟宇宙進行信息和能量的交換，也許對他的身體狀況可能有一些改善，也可能跟這有關，所以他就選擇了這條路。我還有一個小小的猜想這當然只是我的個人猜想，不得而知是不是真實的情況。我就是想說，如果一個本科畢業的學生，他放棄了一個麻省理工這樣的一個全額獎學金的機會，我覺得有更大的概率可能並不是他本人真正的意願，可能是迫於外界的這種壓力不得而知，也許是來自於家庭的，或者說是來自於什麼其他方向的，就強迫他必須要放棄，然後他內心極度憤懣的時候，不得已而為之選擇這麼一個賭氣，類似於出家的這樣的道路。因為我以前也看過類似於像這種就是學霸特別牛的人可能是因為家庭條件，比方說從小出生在農村，然後父母可能對其他國家情況也不了解，雖然覺得國外可能提供獎學金，但是又擔心你生活費或者說擔心小孩以後就留在國外不回來了，然後就有的父母就強制就不允許你出去或者幹嘛的，然後小孩就後來就憤就是不得志，就徹底就人生道路就轉向了。有一定可能性但當然了，這是小王的個人猜測。對，猜測就是什麼樣的情況下會放棄 MIT 的全額獎學金去選擇出家。但我覺得其實跟他的身體狀況應該有一點關係。你想，如果一個身體比較弱的人又到一個完全陌生的一個環境裡，而且還不是母語的一個環境，所以充滿了未知性，所以他最後做了這樣的一個選擇，可能是綜合各方面的一個原因。值得一提的是他出家的那個龍泉寺，在2018年的時候，那個住持釋學成就被2位清華博士出身的僧人釋賢家和釋賢啟實名舉報，這個舉報信長達95頁嚯，這讓我有點詫異的是，又有北大畢業的本科 IMO 的金牌去這個寺廟，完了又有清華的博士去，這北大清華中國 top 2的學生。對呀。所以當年龍泉寺可能在這幾位的加持之下，可能是當時平均智商最高的那麼一個寺院據說這個舉報信的內容是涉及了對多名這個住持和多名女弟子的騷擾和寺內資金的去向不明。這個舉報內容後來被查實之後，釋學成就被免去了佛教協會會長和龍泉寺住持的一切職務。這件事對柳智宇的打擊也比較大。
他是寺內最早公開支持徹查的僧人之一。那事件之後，他就離開了龍泉寺，開始了雲遊。2022年的農曆春節前正式還俗，此後啊就轉向了心理諮詢的工作。再說這王宏，他2007年高考是考入了北大的地空學院，不是數學專業。大二的時候就轉入了數學系，本科呢讀了3年之後就畢業了。之後他就一路在法國和美國完成碩士、博士和之後所有的这個學術工作，至今在海外已經有15年了。北大的經歷呢，其實他滿打滿算就是不到4年哈。对，我看過王宏的採訪，他自己就說，在北大那3年多，基本上算是他人生的一段低谷時期。就是他的高考的時候呢，他的数學成績并不是說非常的突出，所以他開始進的不是數學系嘛。後來轉到數院之後呢，發現周圍的同學基本上都是競賽出身的選手，然後他自己就形容當時的狀態就是能活下來就不錯了。所以這說明啥？就是說明其實王宏當時周圍是有很多天賦比他更高的一些天才。我覺得不一定能叫天賦，因為可以說我覺得中國還是挺卷的嘛，就是學習方面，然後更多的可能是中國的那些學生就是一路就是比方說從小就培養就是訓練奧數或者參加補習班，然後走那個 IMO 的路數。你看比方說現在我們在海外，但是也會有一些家長的小孩，他們的數學成績特別好，包括我自己小孩數学成績很好，所以我就间接的開始，雖然我的孩子很小，我也知道了 IMO， 就每個國家選6名，然後有的人就會說，哎呀 IMO 這個就是中國人和華裔的一個 PK， 因為其他像這種英美加澳，基本上 IMO 的隊伍可能90%也都是華人的小孩，華裔。然後但是呢，就是像美加澳啊、新西蘭啊這些啊，還有包括歐洲的這些啊，就是他們的 IMO 的這6名選手，可能也只有2個拿金牌。但是中國呢，就是每年一定要確保 IMO 的6個選手都是金牌，而且說可以說就各個省的那個這個奧數的 team 吧，就是都可以有這個金牌的實力。就經常看見有小紅書上有中國的家長跟海外家長 battle 說我們中國只是因為只能有6個參加，對，只能有6個參加。說如果能給2000個名額，其實有2000個都可以拿金牌。這個還真大概率是真的啊。就是中國人的平均智商是首先公認的比較高嘛，然後再加上這麼大的人口基數，所以能選出8家選手的那個基數，這個人口基數其實是非常大的。但我在王宏的採訪裡還看到一句話，其實我還是有點認同的，就是他覺得自己之所以後來就比方說可以有更亮眼的成績，可能恰恰就因為他並不是從小訓練這個奧數或者走這個 IMO 的隊伍，因為你像 IMO 它是有時間限制的嘛，你必須在這個一定的時間內把這些題目迅速的算出來，就有點像訓練你的迅速解題的能力。但是你說真正的數学，你要去發現這種未解之謎，你可能更多的是需要你自己能夠靜靜的坐在那去沉澱去思考但是我還得解釋一下，對於清北這個環境我還是比較了解的哈。就是他說自己當时能活下來不錯了，不只是說这個他那些其他奧賽金牌解題能力強，而是那些人的學習能力、思維敏捷能力是非常強的，這一點是必須得承認的。但是你想那個時候他們在學新的課程的時候，對他們來說都是新的課程，比如說都是一個新的一個學科的一個課程，但是那些人的學習能力和考試拿高分的能力就會比他更強。這個我覺得不能因為人家刷題或者是奧賽做題分數高就否認人家在其他的方面的這個學習能力。其實我相信大家可能不止一次聽過這樣的一些說法，就是說自己在當地可能是高考的狀元也好，但是進了清華或者北大的比如數学院或者一些理學院之後，他們會發現自己周圍全都是天才。這個就是一個客觀現實。其實這句話透露的背後就是說中國大學生，尤其是那種高智商，像清北那些大學生，他們的智力水平和他們的能力其實是非常高的。所以有人就說嘛，说中國的這些高校其實配不上中國的這些高智商的大學生。我們繼續來說王宏這邊就是他在本科快畢業的時候他就想申請法國的留學項目，去找這個數學學院的老師來寫推薦信，但是據說當時沒有人給他寫。最後呢，他就找到了他大一的時候在地空學院帶過他的班主任雷軍。雷軍呢，沒有因為他已經不是自己的專業的學生了就推辭，而是替他寫了一封完整的推薦信，記錄了他本科階段的這個學習狀態和數學的潛力。憑着這封信他就拿到了法國頂尖院校的入場券。此後呢，就一路讀到了博士，直到去年解決了掛骨猜想，
摘得了今年的菲尔兹獎。那鄧玉的經歷呢，相對來說更為簡單哈。他是2007年的國際數學奧賽金牌，然後保送到了北大數學學院，只讀了2年。2009年他轉學到了麻省理工，在那裡呢就完成了剩下的本科學業，然後在海外至今已經是17年。北大的經歷呢只有2年。這3個人，你看，一個是滿分金牌選擇出家，一個成績平平，一個金牌選手讀了2年就轉學走人了。然後北大數學學院啊，這個中國數學教育金字塔尖上的一個地方，可以說呀，應該好好反思一下這3位的經歷給他們應該帶來什麼樣的啟發和改進。在王洪拿獎之後啊，網上流傳了一張照片。這張照片裡啊，他的博士導師麻省理工數學系教授 Larry Guth 沒有出現在學術報告廳裡面，而是站在外面，隔着玻璃看着裡面這個王洪做報告。而且你能感覺出来，從照片上看到他那種驕傲啊、自豪和那种為王洪高興的那種感受。這個 Larry Guth 他是美國科學院的院士，世界頂級數學家之一啊！你看他的穿着非常的朴素啊，背的包都已經磨破了，他没有什麼擠到前排啊。那你想，如果要是一個中國的院士，在中國的一個報告會一個現場，你說是這種待遇嗎？大概率不會啊。就算他自己不想進去，周圍人都得前呼後擁的把他請到一個最前排的一個位置哈。但是這個王洪的導師 Larry 呢，他就沒有擠進去坐在前排，也沒有要求主持啊或者發言啥的，哎，就那個站在門外，然後看着自己的學生，但是臉上呢是藏不住的那種笑容。那這張照片啊，之所以打動人，就是因為它展示了一種學術界本該有的，卻未必總能見到的狀態。比如說這個沒有座次安排，沒有誰必須坐第一排，沒有前呼後擁啊，沒有靠前排的大佬，或者是說在或者有什麼院士头前的大佬要發言哈。而且在王洪的採訪中談到他的導師 Larry 的時候，他從來都是那種你能感受到隔着鏡頭他的那種發自內心的那種喜悅。就是說他的導師啊，他說他的導師從來不對學生說你錯了，而是總是耐心說你再試試。而且很少去打斷他的學生，而是非常會耐心的去聽他的學生去闡述學生自己的觀點哈。My role model in mathematics is really my advisor, Larry Guth. When I was studying mathematics, I have to struggle a lot because I don't always have the same point of view with people around me. He usually listens and then try to follow my thought process. It helped me to gain confidence. 所以王洪說，從 Larry 這裡面他得到了非常多的鼓勵和拿到了自信。那把這個和王洪在北大的經歷咱們放一起對比來看的話，其實還是能很明顯看出區別的哈。就是王洪在北大數院的3年裡，學業不算突出，沒有人發現他的數學天賦，也沒有人能看出他後來的潛力。當然他那個導師那個大一的導師雷軍哈，在推薦信裡去寫了，但是估計也沒有說非常重視他這個數學方面的潛力。對，甚至數學系本院都沒有任何一個導師給他寫推薦信。對。但是他到 Larry 他這個導師這裡呢，就是說不需要他去經營人情世故，也不用擔心呢，因為不擅長處理關係就拿不到課題和支持的導師。當然了，這麼說呢，不是說這個西方學術圈就完全沒有人情世故，那是不可能的。一樣是存在這些人情世故。比如說這個富裕家庭的孩子就更容易憑借家族的捐款或者校友關係進入名校啊，還有拿推薦信啊，他們相對也更容易。但是如果拿中國高校和西方高校哈，尤其是美國高校做一個粗略的比較的話，那中國高校里面搞關係啊、論資排輩啊這種事情，那打個分的話，大概能得一個70、80分。但西方高校呢，普遍可能是在30、40分的水平，就是程度上還是有巨大差別的。正是这個差別啊，讓王洪這樣的人，他有機會能遇到像 Larry 這樣非常純粹的導師。如果當年王洪沒有出國，他就是留在北大呀或者其他的高校裡面，他就需要什麼處理領導關係，應付各種論文和學術指標的考核，還有什麼飛升急走是吧？還有面對旁人可能對他因為她是個女性嘛，對婚戀吶，還有生育啊這些私事的一些議論和周圍的無形的壓力，那很有可能啊，他就在成為了真正數學家之前就已經對自己完全失去信心了。就可能放棄了研究這條路，變成一個很普通的數學老師，這絕不是危言聳聽。你像北大數學院啊，這麼多年畢業了這麼多優秀的學生，而且很多人的天賦應該是比王洪還要高，但是你聽說了其他人取得了這樣的成就嗎？
有人統計過，大概也有10幾位哈，在數學界現在也有一定的影響力，但是取得這樣成就的，首先少之又少。另外呢，在相对于北大数學院这麼多年畢業生的數量來說，那是更是少之又少。而像王宏這樣在北大的時候又不那麼突出的一位普通的數學系的學生，從他本科3年在北大的這個真實處境，大概率就可能推導出剛才我講那麼一個大概率的結果。其實啊，這就是說，不是說每一個有天賦的人都能是天賦和韌性都兼備，還能夠在不適合自己的環境裡就硬撐下去，就一定能夠必然取得學術成果的。一個好的環境就能把一個不算最拔尖的天才的潛力能釋放出來，一個不好的環境呢，就能把一個真正優秀的人天才給扼殺掉。中國的人口基數大，平均智商水平很高啊，那出高智商孩子的這個概率其實一直都是挺高的。但放在國際上看，你看基礎性的原創突破的這種產出，跟這個人口基數相比，其實是偏低的。很多有潛力的人，要麼是被環境磨掉了信心，要麼就轉去做這種賺錢更快的金融啊，或者是生意啊，就聰明人都去幹這些了。那各種原因反正都有。總之啊，落實到結果上來看，就是在基礎研究上能得到非常大的國際上的認可的創新是非常少的。我们再来看看鄧玉這邊，北大官方轉載了鄧玉的一篇專訪的時候，刪掉了其中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啊，是早在2014年學者嚴小川當面問過鄧玉本人的，就是你為什麼要來美國讀書啊？鄧玉當時的回答是說國內的數學研究當時呢還沒有能支持他做最前沿工作的程度，就他想在美國做最前沿的研究，希望自己能有所建樹嘛，所以就到那邊去了。那個時候距離他離開北大的時候是5年哈，他給出的原因是國內前沿的這種科研環境是存在差距。同樣在這次採訪中，他談到回國的打算的時候，鄧玉說過他希望呢最後呢他能把科研成果、研究成果帶回中國，讓自己的未來的學生呢不用出國也能學到最好的數學。到了2026年，嚴小川再次問他說長期有沒有回國的打算，這個鄧玉的回答是長期是有的吧。也就是說12年過去了，他沒有否認自己早年說過的話，但是不能給出一個明確的時間和承諾了，就比較模糊。但他其實這2次採訪其實方向是一致的，就是年輕的時候還是在海外做研究，年紀大之後呢再考慮回國哈。這個選擇其實是有它的邏輯所在的，就是科學家你看他做出核心成果大多是集中在年輕的時候的階段，就包括愛因斯坦、費曼都是這樣的哈。就人在50歲以後這個腦力和精力都會下降，尤其是在這種基礎科學這種領域，本來就很難出成果。那選擇在國外呢，就把學術生涯最黃金的階段用完，然後再把這個經驗和資源帶回國內，對他們個人來說，對整體的科研產出可能是比較划算的一個路徑哈。你看學者饒毅這段時間也在網上公開喊話了，就是說希望王宏和鄧玉盡快回國。饒毅他自己也是在海外做過研究，然後呢也在國內回國之後公開批評過國內學術圈存在的一些問題。但這次喊話就有人就反過來提醒他說，其實你應該知道比誰都清楚因為你國內海外你都幹過呀，你知道在哪裡做研究，對這2位數學家來說更是現實合理的選擇。你看你這麼喊話啥意思就諷刺他哈。大部分中國家長可以說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將來能有獨立的人格，能在一個相對公平的環境裡面去發展自己的興趣和特長，然後有獨立的思考能力，這肯定是最理想的狀態哈。但現實裡有一個悖論就是你看那些家庭條件好，不需要孩子去經營關係的這樣的孩子，通常他不去做基礎研究，對吧？哪怕他天賦異稟非常高，也非常容易被吸引去做一些包括金融資本運作這類能夠利用他們家族的背景這類又見效快、見錢快的事情。那對於那些家裡沒什麼資源和背景的孩子，那如果要在國內的高校體系裡面做出成績，光靠學術能力還不夠還得處理好和領導的關係，這也是繞不開的一部分，這是不可否認的王宏和鄧玉的經歷給出的提醒是就是你光有天賦這件事兒還不夠，尤其是對天賦沒有那麼突出的孩子來說，你需要一個能接住他這個天賦的環境王宏、鄧玉、柳智宇可以說他們是用3種方式離開了北大。那關於他們3位的經歷，其實非常值得包括清華、北大在內的中國所有的高校以及中國教育部門們好好反思反思。好，本期就講完了，喜歡我們的節目，歡迎點讚、評論、轉發，下期再見。下期再見。